苦楚之战第6章，滇缅大逃难。第5集，中央飞机制造厂这次撤退比从笕桥到武汉、武汉到雷云更凶险，难区分前后方。逃难卡车里的林浩恩回顾在世33年在客旅住临时居所，没一处房屋属于自己，没一处居所经得起炸弹攻击。曼德勒沦陷当天下午，除几位负责人和警卫大队留下处理后事。雷云厂员工已全部撤往宝山，并从墓地移走牺牲的飞虎队员的棺材，转移到秘密地方，以防日军掘墓辱尸报复。日军恨透了美国飞行员，日军宪兵残酷折磨在衢州跳伞被俘的，轰炸东京、大房、黄蜂运动美军飞行员，和在中缅附近迫降被俘的飞虎队员。留下销毁遗物的厂部负责人和警卫大队官兵，目睹了仅运作4年的花园般的厂区和生活区转眼成为废墟。原本静谧的雷云山谷，此处此刻是爆炸声、车声、人声、噪音盖过鸟鸣，硝烟覆盖花香，焚烧的烟充满清澈的天。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展现眼前，谁能料想这座国民政府投入美好希望、巨额资金、精英人才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竟以逃难和自毁的方式结束了近8年的历史。中央飞机制造厂这次撤退比从笕桥到武汉、武汉到雷云的2次撤退更加凶险。前2次撤退是从前方撤往后方，员工大都身强力壮，这一次已难区分前方和后方。日军这次是从中国看为大后方的西南边境直接进犯，员工中有1/3的人是从杭州经几度逃难辗转来雷云。滇西热带病的侵扰和水土不服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疲惫不堪，体力不比从前，但此时他们别无选择，累死在逃难路上也比落在日军手中成为俘虏强。腊戍沦陷前3天，飞虎队第2中队开始从雷云撤往芒市，再撤到昆明。第3中队在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和家属全部撤出雷云的次日撤退。第3中队5架飞机被派往宝山，其余的飞往昆明。此时从南面进攻的日军装甲部队距离雷云只有几公里。撤退前，飞虎队员把飞机棚里还没有修好的 P-40 战斗机聚在一起，含泪点火焚烧22架岳阳从美国运来的战机，不让一架落在日军手里。飞虎队地勤人员在 P-40 战机化为浓烟和日军进攻的炮声中驾车撤离机场。忽然有一群当地人跑来，他们不是来为飞虎队员送行，而是为抢东西。飞虎队最后一辆吉普车刚启动，他们就跑来扑火，从火焰中抢值钱的东西。第3中队撤离第2天
为飞虎队提供日军空袭情报的驻雷允国军电讯防空指挥部总台长陈楚宝将军同2位助手才带着电台最后撤离雷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3个月，飞虎队初到雷允驻防，陈将军领导20多部电台，专为飞虎队侦破日军密电码，提供防空情报。此刻他离开雷允，心中悲戚。他想到飞虎队驻雷允和仰光8个月里击落日军200多架飞机。正当飞虎队乘胜打击日军航空队嚣张气焰时，没有料到缅甸沦陷。缅甸有英军驻防，有美军史迪威将军的顾问团，有中国远征军增援，然而3国联军也没挡住日军。怒江西岸大部分路段宽度仅6至7米，滇缅公路两旁是山谷河流，路上尘土飞扬，挤满撤退零散的英军、中国远征军伞兵、多国难民。马达轰隆，喇叭齐鸣，吆喝声夹杂着各种地方方言的叫喊声，随地可见人畜大小便，空气夹杂着难闻的排泄物的气味。难民中有欧美人、中国人，也有从越南、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逃出来的华人。逃难者已不分军人、平民，不分官员、小民，不分白种人、黄种人，这一刻都平等成了逃避日军追杀的难民，仅有不同的是交通工具和体力的差异。难民比伞兵更惨。中国远征军66军败兵中，有一群人趁乱打劫难民。坐在卡车司机旁边的浩恩，一路目睹滇缅公路上英军溃败的窘状，不禁想起腊戍沦陷前4个月发生的事。那时中国刚与英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协定，没想到才签几个月，英军就用滇缅公路来逃生。浩文很想问路上逃跑的英国人是否记得去年7月，英国与日本签协议，禁止中国通过英属缅甸和香港运送物资。英国对日本的妥协，使中国在抗日最艰难时刻中断3个月的物资供应。英国人很快会明白，他们对日本的让步，换来的是日本人对英国人的藐视和日军对英联邦俘虏的羞辱。浩文一眼望去，只见滇缅公路绵延几十里，尽是惊恐不堪的逃难者，拖儿带女、徒步的难民和撤退的中国远征军官兵，大多衣冠不整，还伤兵的担架队夹杂其中，轻伤士兵3、5成群搀着低头前行，不小心就会踩到路边被炸死的尸身，或是被挤到路外江里和深渊。他知道自己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阶层的逃亡者有一样的心愿，就是不让日军追上，拼死往东走，跨过怒江那座汇通桥，能到宝山就安全了。眼前情形令浩恩意识到，人在灾难前除了祷告和逃跑，只能无可奈何等待命运的安排。他闭上眼睛，开始默祷。祷告大约几分钟后，从巴莫撤退当天清晨灵修时读到的一句圣经经文忽然从脑海里冒出来：
The Lord will save the tents of Judah first. 犹大的帐篷，神要先拯救，神要先拯救犹大的帐篷。这句经文带给他极大平安。他想，这些年我不是一直住在主亲自保护的帐篷里，从日军轰炸和追杀中得到拯救吗？坐在逃难的卡车里，他闭目回顾自己在世33年，蓦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客旅，一直住临时居所，没一处房屋属于自己，没一处居所经得起敌人炸弹的攻击，但却安然无恙得以存活到今日。以前住过的居所，不正像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走向应许之地迦南的旷野途中所住的帐篷。主保护帐篷里的以色列人免受敌人刀剑，如今不也保护自己免遭日军毒手吗？滇缅公路上空不时有日军飞机对伞兵、难民车辆投射投弹。地上，日本南方军第33军56师团装甲部队和运兵车正向龙陵汇通桥方向移动。日军还用滇缅公路沦陷路段劫持的几十辆由仰光港运物资到腊戍的卡车，运送步兵，准备向宝山进攻。1年前，雷运中央飞机制造厂已经开始疏散，让家属、员工散驻南皖河对面的缅甸和雷运附近村落，以减少日军轰炸造成的伤亡。这次撤退难以聚集众人，只好给员工发路费，让大家各自逃命。从雷运出发的车辆不足以承载所有员工设备，不少人只好步行去宝山。按计划，从雷运厂部、巴莫发动机分厂、仰光装配厂撤退的员工都撤到宝山，在宝山县城集合，准备在宝山重建飞机制造厂。当雷运厂部大多数员工和家属跨过汇通桥，安全撤到怒江东岸宝山，从巴莫发动机厂撤退的车队才走到龙陵东北。怒江西岸，腊蒙境内，距离汇通桥20多公里处的盘山路段，这段滇缅公路有40公里山路，穿越横断山系，高离贡山之脉大松山悬崖峭壁，在低谷高坡蜿蜒迂回，是滇缅公路从昆明到腊戍的必经通道。若松山沦陷，就等于掐断了咽喉。林浩恩和张守仁他们乘坐的福特卡车，从畹町到龙陵颠簸一路，躲过多次峭壁陡坡追尾撞车的险情。刚走到松山滚龙坡，车忽然熄火。这辆车的司机是菲律宾沦陷前几个月回国为抗战效力的南洋华侨技工李伟强。李伟强试了几次都发动不起来，就着急了，越急越发动不了，车挡在路上，很快引起堵在后面的人的一阵叫骂。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